愛情保衛戰，保衛你最純真的愛情。歡迎大家來到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大家好，我是情感觀察團成員莎娜。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呢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那今天呢，陪伴我們共同守衛愛情的還有其他幾位觀察團的老師們。我們情感觀察團當中呢，會有一位特殊的嘉賓老師，他呢是我們愛情保衛戰專屬的 AI 情感助手。來，我們一起認識一下。大家好，我是愛情保衛戰專屬 AI 情感顧問艾小寶，用算法讀懂情緒，用邏輯拆解真心，只做客觀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數據捕捉言行背後的真實心理，精準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愛，讀懂愛，守護愛。謝謝艾小寶。今天来到節目的這一組嘉賓，他們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呢？我們一起走進他們的故事。一場獨角戲的付出，他的無底線的這種作鬧，實在讓我有點筋疲力盡了。他以前把我寵成小公主，現在對我越來越冷淡，從來不體諒我的付出。是他的摳門和冷漠。他原來都依着我，現在我給他發消息他都不帶回的了。誰在感情當中沒作鬧過呀？是不是？哎，對，你既然把我寵成了小寶貝兒，對吧？你怎麼不寵了呢？不知道怎麼寵了啊！我們一起有請今天的求助嘉賓登場，歡迎他們。小蕭，28歲，機械工程師助理；小韓，22歲，舞蹈老師。歡迎二位啊！今天2個人核心訴求是什麼？主要是我的訴求。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鬧分手，我想挽回這段感情，因為我很捨不得他，我離不開他。我相信他也會捨不得我。哦，捨得嗎？鬧分手的那個，說話呀。這是我第一次談戀愛，所以說我對我們倆這段感情我就特別的珍惜，對我們的未來規劃都規劃的特別長遠。但是他的這種作鬧的性格讓我特別接受不了。已經對我的工作還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所以說我對這段感情堅持不下去了，我想放手。好，咱們把分手的事兒先放一放哈，咱們先回憶回憶甜蜜。你倆當時咋在一起的呀？我倆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認識的。當時他梳了一個高馬尾，然後眼睛特別好看，當時一見我就感覺她是我心中的那個女孩。你看他笑的甜的，哎呀哎呀呀！人家是來分手的，你美啥呢？所以一見鍾情唄。對，但是主持人，你聽我說，前段時間我們發生了特別多的事情。其實我很重視我們2個人的感情。畢業以後，我獨自在青島打拼了很多年，然後我也攢了一些錢。我們倆在一起以後呢，我就單獨建了一個賬戶，然後我把卡呢放到他那裡，密碼呢我也告訴他，大概有20多萬吧，是為了以後我們買房啊或者結婚啊存的這些錢。但是前段時間他就自己從卡裡取出5000塊錢，去跟她的閨蜜去三亞旅遊，我就感覺他並不在乎我们的未來。這錢他取的時候沒跟你說是嗎？沒有說。你為啥沒跟人說呀？因為他原來對我很好嘛，然後他把這個卡都給我了，我就覺得我跟他說也沒有什麼問題，他都依着我的，而且又不是只花的你的錢啊，我也花了我自己的錢。我們明確一點啊，這個錢是他為你們2個人未來攢的錢是嗎？我是覺得他那工作挺好的，花了就再掙唄。不花你咋能掙呢？是吧？我給你更大的動力是吧？其實這5000塊錢我不在乎。那你在乎啥？是他沒有跟我說。他沒有把我們未來這些事情放在他的心上。
還有一些事情，年前吧，我工作到凌晨2點多，一點空都沒有，連飯都沒吃上。然後他呢，給我發了100多條消息，20多個電話打了。哇，你看他發這些，就是那些日常生活，我真的沒空看。這不就是匯報自己的行程嗎？对啊，一天都不帶回我的，那我就很擔心嘛。哇，這是真的是轟炸哎！到晚上0點了還沒接電話。對啊，那我作為女朋友，他這樣失聯了，那我可能就想他會不會跟別的女孩子出去了，因為我們是異地戀嘛。你這啥工作呀？你在忙你不上廁所嗎？會去廁所，但是你去廁所不看手機嗎？我來不及，但就我給他回消息，我一時半會兒我沒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啊。對，然後我衝到他公司樓下了啊！你衝到他公司樓下幹啥了？就是大吵大鬧的，就整得我在我們同事面前也挺難堪的。那你起碼你給我發個消息，回個消息也可以啊。他一天都不带給我回消息的，他哪怕給我扣1個1也行啊。你是在樓下鬧啥了？喊啥了？我說哥，幹嘛不回我消息啊？你不在乎我了嗎？就這樣。這是什麼時間段喊的？上班。上班時間啊？您真的要把他飯碗都砸了？男生，領導怎麼說？領導其實很生氣，因為我們公司吧比較注重形象這一塊。如果說你有什麼問題，我們完全可以私下說。啊，好了，知道了，我錯了，你別再說了。錯了，這麼撒嬌了嗎？這些事吧，就先暫且不說。其實有一件事是我最接受不了的。什麼？就前段時間，他的前任給他發消息，約他出來吃飯，他竟然沒有拒絕，而且還把他的那個前任置頂。你說我作為一個男人，我會怎麼想？我跟他又沒有什麼，真的沒有什麼，分手也可以做朋友的嘛。你這什麼朋友啊？同學啊。同學為啥置頂啊？因為我覺得他是同學，然後那你那麼多同學，那都置頂嗎？他也在置頂啊。哦，那2個人就是平起平坐。也沒有啊，肯定是他重要啦。所以就誰聊得多，誰會更在上面，對吧？那微信不就是這樣的嗎？那誰在上面呀？最近可能是前任。前任在上面，他在第2位。你就欺負他，他是初戀，他沒有前女友。沒有啊，因為他都依着我的，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在意這些東西吧，他挺包容我的。他就是前女友了。我覺得他會包容我的，也沒想到他發這麼大的火。哎呀，他跟他的前任糾纏不清，這個是我最接受不了的。你們2個人戀愛幾年？將近2年了吧。你今年28歲，你26歲才談第一段戀愛嗎？你之前沒談過女朋友啊？其實在他之前，我確實談過1次。那你怎麼說自己是初戀呢？因為我之前那段戀愛的結果並不是特別好。我跟之前那段感情呢，那一天我在上班嘛，上班的時候我們聊天啊，這樣還挺好的。然後下班以後，他不在家裡，打電話也不接，發消息也不回。他是隔了很久以後給我發了一個微信，說是回老家了。那可能回老家也不方便接電話吧，我就沒當回事兒。晚上剛躺下，他給我打來電話了，電話那頭響起來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他在裡面說了什麼，我就不想提及了。反正後面的事情，咱們大概基本就能猜到了。被背叛了是嗎？對。所以你對於他跟前男友聯繫這事兒這麼介意是嗎？我又想到了，我會不會重蹈覆轍？女生是第一次知道他有前女友嗎？不知道，確實不知道。那段感情對我的影響特別大。我不想讓他知道有過這樣的一段感情，我怕他會感覺我並不是那麼好，而且我也挺自卑的。自卑什麼？因為那個姑娘跟別人走了。對。姑娘，你有沒有意識到他在這個舞台上第一次說出來他有過一段戀情，為什麼會有這個勇氣？他是真的想分手了，所以他才會說這段往事。一說完這個話以後，我也覺得挺傷感的，心有點一沉了。接下來我們看看老師們覺得這段感情還值得保衛嗎？我想保衛。我覺得在一段感情當中啊，
首先我看到的是两個很美好的人，但是我們聽過那句歌詞吧，叫被偏愛的總是有恃無恐。姑娘，你真的是有恃無恐的在這段感情當中這個頓折騰啊。但是你知道，當你聽到他的這段往事之後，我覺得反倒是個機會，因為你明白他到底為什麼要跟你分手。你作確實是一方面，但是你有太多的不可控感，你帶來了太多的意外，而他在上一段感情當中承受到的那種意外，讓他只想談一段安全的、沒有意外的戀愛。所以如果你知道他要的是什麼，你就不要在他的生活當中制造那麼多不可控的意外。你要長大啊。我也想保衛這個女生，是我在愛寶認為女生表白表得最白的。他哪兒表白了？他一開場就表白了呀，想挽回，表達對他的愛。哦，而且這個男生極端不負責任呀，你鑄造了一個任性的女友，你現在撒手不管了，這是您寵出來的呀，你想把她寵成公主，結果她把自己真當公主了呀。在愛情當中對伴侶過度的寵愛，你真的會害了她，甚至廢了她。她和前男友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並不是我們想象當中的舊情復燃，甚至是曖昧，沒這麼嚴重。哦，她只是一個非常任性的女孩，她認為我想這麼做就這麼做，就吃了個飯吧。不，於老師，你可不能因為說被人家那個真誠的表白就蒙蔽了雙眼。前男友這個事兒，它就是個原則問題。我就想說，他置頂就這一個動作就說明了一切。但是他現在承認錯了呀。那難道一個男人出軌說跟老婆承認一個我錯了，然後就可以原諒了嗎？出軌和前男友吃飯置頂是兩回事情。怎麼是兩回事情？當然两回事情啊，這就是一回事情好嗎？確實是兩回事情。確實是兩回事情，對吧？律師在。出軌是法律底線，最低的道德標準。如果到了此刻，這個女生認為做的是沒錯的，我絕對不保衛你們的愛情。但是在這個場合，這位女生認為我錯了。那是因為被發現了。另外，我以後不，人家犯錯了，知道錯了就會改錯嗎？這是什麼？我們對於感情的邊界感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低了？對呀，我認為為什麼能這麼低？什麼叫置頂？置頂是我要優先看到這個人的信息，排在最前位的。優先，什麼叫優先？沒有但是。哎，不是，當然有但是。他現在知道自己錯了，難道就不能給他一個改錯的機會嗎？能，那就好了嗎？來，於老師，我來。哦，你來，你保衛嘛？我保衛。我覺得大家都在去關注這個微信的置頂，但是大家有沒有考慮過，她只是一個22歲的女孩。他請問是不是個成年人？他不是一個愛情專家。他是不是成年人？那你選擇了愛情，你要為你的愛情負責任。他只是長大了，你們可以還到不了成熟。可以先聽我說完。你们什麼時候標準變這麼低？他長大了不代表成熟？22歲不成熟？那我覺得周老師，你現在的做法也不成熟。你可以聽我先說完。你已經超過22歲了。我為什麼要保衛這段愛情？因為這個小女孩22歲，並不代表着說她不懂得，或者她不知道一個成年人的一個邊界感在哪。但是我想說，她可能真的不知道，我把她置頂了，我就錯了。男孩是一個心思非常細膩的大男孩，並且在第一段戀情過程當中有過自己的心理創傷。但是女孩呢，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大大咧咧的。她可能跟前男友分手的時候，大家也說得很開，她覺得就是可以做朋友，沒有關係，因為我們說清楚了。她今天站在這個地方，為什麼我要說保衛？因為她可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她想改變，只要願意改變，我就願意守護，所以我堅定的保衛。我就補充一個小問題，女生，
你經常會把通訊錄裡的人置頂嗎？所以你的前男友他只是被你無數個置頂的人當中的一個，對嗎？好，問完了。來，女生，如果你的男朋友把別的女生置頂，你生氣還是不生氣？生氣。那也就是你懂得把異性置頂意味着什麼，你懂得這是一個超過邊界的事情，你是清楚的，而不是易老師說的你不知道，對還是不对？对。同樣的，在你的觀念當中，前任是要可以做朋友的，但請問如果你的男朋友也跟前任吃飯，你生氣還是不生氣？生氣。也就是你懂跟前任吃飯是超過邊界的事情，對還是不对？你還需要別人來教你什麼叫底線，什麼叫包容，什麼叫作，什麼叫別人錯嗎？男生不要再被綁架了，我不保衛你們的愛情。你不知道什麼是寵，什麼是過度的溺愛，你不知道那個錢屬於別人的，你花了就不对嗎？我覺得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你覺得是？人家已經明確告知，這個錢是未來我們婚姻使用的。他可沒說是拿給你在戀愛當中你可以拿去消費的，對嗎，律師？对，沒錯吧？对，這個我得支持一下，我解釋一下哈。這個錢他已經明確的告訴你，這是我們未來結婚使用的錢，他交給你，並不是贈與，這叫做保管。意味着你只能幫他去保管，但是你不能去動用。性質是不一樣的。其實我剛才一直在想一件事兒，我不保衛你們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男生在這段愛情當中，這種的寵愛是在害這個女孩。你們知道在關係裡面最具破壞性的3個字是什麼嗎？犧牲感。很多的男生在開始戀愛的時候，就是會覺得說我要無限的寵他，無限的寵他。然後當女生在這個被寵的當中滋養，然後形成了一種作鬧的時候，男生發現，哎，不行，我受不了了，對不起啊。所以我覺得好的戀愛關係不是過度的犧牲，不是過度的付出，是一切事情都有邊界。好，我就說這麼多。接下來呢，我們要聽聽我們的情感助手，我們的艾小寶，他的觀點是什麼樣的？好的，我來了。聽完2位的陳述，我分析得出，這段感情裡問題占比清晰，女方占 70%， 男方占 30%。女方缺少未來規劃，消費隨意，邊界感模糊，還過度依賴陪伴，不願共同承擔。男方雖踏實靠譜，有規劃，但不擅長溝通情緒，習慣隱忍妥協，也加劇了2人的矛盾。建議女方學會成熟負責，重視未來，男方多表達底線與感受，別一味妥協。謝謝艾小寶。接下來請2位走上我們的愛情傳送帶。你們2個人想看過去的回憶嗎？我們一起回到過去。哇！哥，我錯了，我真的知道錯了，你原諒我吧，好嗎？我不會再觸碰你的底線了。自從你說了這件事之後，我就知道了。我求求你了，好嗎？我也忘不了咱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也忘不了你的笑。你如果說能把你偏執的毛病改一下，改，我改。還有就是你多體諒我，多理解我，不要再那麼多鬧的話。你相信我，真的。我要再犯的話，你跟我提分手，我肯定不会糾纏你的。好，請2位回到門後，謝謝。出來嗎？肯定出来。當然出来。那我們來一起揭曉答案。3、2、1，請開門。哇！
来吧，请回到舞台中央。我希望他能够更加珍惜我們两個人的感情。我拿手機上來了。幹嘛呀？啊，刪前男友。对，徹底刪了吧。我錯了。祝你們倆幸福啊！謝謝你們啊！謝謝。好，別哭了，姑娘，拜拜。年輕的愛情，一起長大吧。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認識我們的下一組嘉賓了，我們一起走進他們的故事。是我賭上整個青春的堅持，熬過了一眾流言蜚語，卻換不來一個家。我總把真心的感情給搞砸，我還是很愛他的，我還只是還是沒有準備好。是他的滿口謊言和無限的逃避，他的控制欲讓我很窒息。來，掌聲有請我們的求助嘉賓登場，歡迎他們。石先生，29歲，美學設計師；劉女士，39歲，公司運營。各位老師好，你們好，歡迎你們二位。今天來到節目的訴求是什麼？我今天來呢，就想要一句痛快話，因為我已經39歲了，我們在一起已經5年了，我也耗不起了。我就是想要一張結婚證，一個安穩的家。所以你今天是來逼婚的？也不是，我就是想要一個確定的一個答案。如果說能跟我結婚，我們就好好在一起；如果不可以結婚的話，那我們就一別兩寬，不要耽誤彼此時間。對於這個10歲的年齡差哈，你當時是怎麼想着說選擇他在一起呢？我們其實呢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那個時候，我比他大了10歲。其實我根本就沒敢往感情方面去想。我們公司一次聚餐嘛，我那天喝的有點多，然後他送我回去，送到我家住的那個小區，但是他並不知道我家的具體的門牌號，他就在那個小區的長凳上護着我一夜。我醒來的時候，我看到他，我也挺震驚的。我說你怎麼那麼傻了？然後他還笑着說，怕你一個人不安全嘛。後面他就說，我也會好好努力工作，會給你一個安穩的家。對一個大齡剩女來說，我當時是挺打動我的。這5年挺不容易的哈，很不容易，頂着很大的壓力。相戀的前2年，其實我們感情還挺好的。從第3年開始，我們的感情就慢慢降溫了。他不再提結婚的事兒。那我一問他的時候，他就會跟我扯東扯西的。他還跟我撒謊。撒什麼謊？他失業3個月嘛，但是他全程演戲，他就每天還是裝作上下班，還說工作有多辛苦。後來到了發工資的日子嘛，我說你們怎麼沒發工資啊？他跟我講公司的財務出問題了，可能會拖延一段時間。到第2個月、第3個月的時候，他還是連續2個月還是工資沒到賬，他後面才跟我坦白。你為啥瞞他呀？我們整整大了10年的一個年齡差嘛，你工作好，我擔心你知道了，覺得咱們倆根本沒有未來。我心想着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到時候我找工作這事兒就過去了嘛。我是氣你失業的事兒嗎？我是氣你為什麼要跟我撒謊？你為什麼要騙我呢？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小事情，我自己能搞得定的。不地方我失業，你怕我擔心哈？你不告訴我，那我37歲生日騙我去出差，這也是怕我擔心嗎？什麼？37歲生日，他騙你？我們本來是提前半個月，我是跟他約好到海邊的餐廳慶祝一下。
他當時的時候是滿口答應的。生日的前一天，他跟我說他們公司要派他到外地去出差。第二天，我在我們共同的朋友的朋友圈裡看到他和他的一帮的兄弟是在酒吧裡邊，我就打電話過去了，還在騙我，他說他還在出差。我當時我就戳穿他了，我說你有什麼不能說的，是不是？你跟朋友聚會就聚會嘛。他也就承認了，他說什麼哥們儿好幾年湊不齊，好不容易湊齊了，我就只能過来了。然後跟你说過很多遍了。然后完了之後呢，就是說生日年年有，朋友不一定年年都能湊得齊。哦，我們那個整整3年都沒聚在一塊兒了，那剛好的卡這個點兒，我想着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沒直接跟你講，怕你知道要鬧嘛。你怎麼知道我就不可以接受我生日的時候你把朋友一起帶上一起聚呢？是因為我比你大10歲，你覺得丟人嗎？是怕你那些朋友們嘲笑你是不是？不是這個事情，你知道嗎？一個群大老爺們在一塊聊天呢，你女生在旁邊聽着，怎麼會誤會呢？知道嗎？你又一次騙我，你知道嗎？一次一次的，你騙我失業，你騙我去出差，那你給你前女友轉了1萬塊錢，你騙我說轉給你兄弟應急的。是不是？這個是完全出於好心，也是認識一場嘛。他說我是剛好最後手頭緊，要交房租嘛。我說剛好有一點借給他了嘛。那你跟他現在是什麼關係呢？就是普通朋友關係。那他朋友那麼多，為什麼不找別人呢？他沒有家人嗎？沒有親戚嗎？他為什麼找你借？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心眼比較好，大馬路上的有人遇到事情，我也會幫一把的。再說了，他能找我借錢，看得起我。你這個話說的，你自己信嗎？那後面他也不是按時間轉回來了嗎？我給你看了呀，看完之後呢，我就直接就把這個微信給刪了呀，當着你面刪的呀。你還要怎麼樣嘛？是不是後面就開始不太信任他了？他對我後面的管控是愈演愈烈的。上個班出個門，要及時給他報備去哪裡，跟誰說什麼事情。之前我去外地出差嘛，他直接就跟蹤我，在酒店門口守着我，我就晚回了10幾20分鐘，他就在門口給我去拉扯。跟同事一塊喝酒都要打個視頻電話看看有幾個人，就上次喝酒嘛，我手機就沒電了，就在那20來分鐘的事情，然後你打電話給我同事，然後直接跑過來，我朋友都在旁邊偷笑我，這面子碎了一地。你一次次的騙我，如果我不這樣的話，我又聯繫不上你，我能不慌嗎？還有一次就是我們做線下的活動嘛，然後他直接跑到我們現場過來，我當時正給客戶談方案，他直接推開我，還跟客戶直接這樣講的，這個是我男朋友。有什麼問題我來給你解決。那客戶頓時拉下臉來，直接就走了。我損失了80多萬的單子。我為什麼要變成這樣？還不是你逼的嗎？我本身這個工作嘛，就是做這個醫美諮詢的嘛，接觸的這些都是一些女性客戶嘛。他天天回去就要查我手機。我為什麼要看你手機？你不知道嗎？你心裡沒點數嗎？聊的什麼你不清楚嗎？你還好意思跟我講這些？我清楚什麼？聊的什麼？你連那個開房都聊出來了啊？你還聊什麼？這次聊工作，你跟我說。你剛才說他聊什麼？開房。他們聊天記錄就是這麼說的。那個女客戶說啊，我這個房間已經開好了，在哪裡哪裡啊？你過來。啥情況啊？你這個必須解釋一下呀。這個女客戶她喜歡打麻將嘛，我們出去開的其實是棋牌室的房。你告訴我上面是哪幾個字？他就說他開好了房間。前面有棋牌室嗎？我沒看到，反正當時。我們那邊的人喜歡開玩笑說我們說那個是去打牌呀什麼的，那個房間開好了，過來打牌吧，就這個意思。那後面為什麼沒有打牌呀這幾個字呢？我們那邊的話都這麼講。您是搞什麼的？醫美？對的，醫美。這東西它得在諮詢室裡面，你得拿鏡子做方案。麻將室裡面怎麼做方案啊？對，一個人要不要在你們的醫美機構去做任何的整形，他看的是你們醫美機構醫生的實力，難道看的是你麻将技術有多高嗎？你不是醫生吧？說白了你就是銷售吧？所以誰跟他聊那麼長時間呀？他當時跟我說的就是，他說是維護客情。還有一個事情就是說，他口口聲聲他說要攒這個首付，要給我在深圳買房子，要跟我結婚。但是他基本上他每個月都是月光族，你說是不是在敷衍我？你也知道我也是我家裡獨生子女嘛，然後我也要贍養老人嘛。你一個月掙多少錢？這個是按業績的，2到3萬這樣子。怎麼支配？跟我父母1萬來塊錢，因為父母也沒上班。什麼？你還給你父母1萬塊錢？我怎麼不知道？
究竟你還有多少事情你還瞞着我呢？我给我父母钱，我这个还要跟你講嗎？然後呢，還有一些生活的開銷嘛，還有請客吃飯呀，請顧客出去拉攏資源這些嘛。但是公司裡面都是有商務報銷的一個流程，為什麼你都不走呢？我不是嫌麻煩嗎？那你說你這個月光，我就覺得他說要跟我結婚，我覺得這個是遙遙無期的。是的，女生今天之所以來，我覺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可能是不甘心吧。所以他們這段相差10歲的愛情值得保衛嗎？不保，我想及時止損。我作為一個外人啊，我聽着都沒有辦法對你說的話建立足夠的誠信。你日常生活當中，你說的話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呀？有時候因為我做這個行業，針對我女朋友嘛，我覺得有的時候我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說我覺得我能承接得下來的，我都會自己去獨當一面。他總是拿這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句話的背後那句就是你太多事兒。你要做一個安安靜靜的，在那裡又有高薪又美麗又懂事又有承擔，但是你別那麼多事兒，你在那兒待着挺好。但你不是要這樣的愛情，對嗎？在你們面前擺着的，明顯他會在未來的人生10年當中走的是上坡路，你不一定。那當你一旦走到下坡路的時候，你是不是會比現在更多疑、更焦慮，更讓他覺得避之不及？那個時候的你怎麼辦？我跟着不保衛。男生在這一個場合當中無數次說到他的處事原則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個詞彙在詞典當中的解釋，那就是趨利避害。我更多的解讀，這就是不負責任。因為有這樣的理念，它就是處事邏輯，能瞞則瞞，瞞不了我就用謊言頂上，也就養成了你時時處處都可以把謊言作為填充物，連自己失業都要謊稱自己上班。當一女朋友過生日，你可以謊稱到外地出差，一切的一切都在謊言當中。為什麼信任碎了一地？就是謊言太多了呀。這段愛情一定是以敗收場，無法祝福你們。10年的這個姐弟戀，你們想打破規則，他真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但是感情和婚姻，它是2個人的事情，任憑一方再怎麼努力，另一方要選擇逃避的情況下，就是貓鼠遊戲，它不會有任何的好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果。所以我覺得我無力去保衛。假愛就是不愛，再繼續也長不了。所以我覺得女生你應該問自己的問題，而不是問男生。你應該問自己2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為什麼要騙自己？我明明知道他在騙我，為什麼我還要騙自己？第二個問題，我為什麼要在一個人身上花5年時間，等他變成他永遠也成為不了的人？你知道你男朋友最大的問題在哪兒嗎？就一句話，他說我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女朋友太強勢了。我之所以撒謊，我之所以沒賺到錢，全是因為我女朋友太強勢了。她把她所有對於自己應該負責任的地方，通通甩到你身上來。我建議你是放開吧，你不要再去問她了。她已經被她的謊言反噬了，你也不要再被謊言繼續反噬你自己未來的人生。我有幾個建議跟姑娘說，就當你在想說，哎呦，我猶豫要不要嫁一個男人的時候啊，第一點最重要的，一定要去對方家裡看一看。怎麼突然這麼激動？你說到他心裡了。
第一點，一定要去對方家裡看一看。你看了吗？那你怎麼不知道他每個月給他爸媽錢呢？我真不知道，他剛刚不說我不知道。你不了解他，对，不了解他的家，你看了等於沒看。我指的這個去對方家裡看一看，是一定要看一看家風，他們親子之間的關係怎麼樣，因為這未來就是你們家庭的一個縮影。第二點，你不知道要不要嫁這個男人的時候，就想象一下，我未來的孩子，他身上應該具備怎樣的品質？這個男人身上有沒有？這就是這兩點。當然，我覺得如果一個女人在一段感情當中啊，本來很漂亮、很自信，最後被熬成了一個瘋子，被別人說你對我管控太嚴了，你就是一個瘋子。我希望任何一個女人都不要把自己熬成一個瘋子，因為那樣會失掉你所有的尊嚴。就這樣，我們接下來一起來聽一聽我們愛情保衛戰專屬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寶，他有什麼樣理性的建議？好的，珊娜老師，剛剛聽完兩位的表述，我結合數據分析得出，這段感情雙方均有問題。男生的逃避與欺騙是核心，佔比 75%， 女生的過度管控是信任崩塌後的自我保護，佔比 25%。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男生逃避的遮羞布，女生因39歲年齡焦慮，用管控試圖抓牢感情，陷入欺騙、管控更逃避的惡性循環。建議男生丟掉逃避思維，坦誠相待，做好理財，明確結婚時間表，用行動重建信任。女生放下極致管控，用溝通代替質問，正視焦慮。雙方建立相處邊界，打破循環，這段感情才有繼續的可能。好，謝謝我們的艾小寶，請二位走上我們的愛情傳送帶。要不要看回憶？要看。姑娘要看嗎？好，那我們就一起回到過去。哇！相差10歲，一路走過來確實不容易，所以接下來這60秒可能對你們來說意義格外重要。瑤瑤，我錯了，我真的錯了。我們在5年裡，我經常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借口，一次次的欺騙你，讓你受了這麼多年委屈。其實我來這裡吧，我也是有一些放不下我们這麼多年感情，但是說實話，你一次一次騙我，我真的不，我就是再相信你，我自己，我有的時候都說服不了自己。我來到這裡，我說實話還是抱有一絲希望的，但是你所做的事情讓我覺得實在是太過分了，太欺負人了，你知道嗎？為什麼要這麼騙我？我希望你給我這次機會好不好？我還記得我們7年前在上海的時候，你喝醉的時候，我還在床上鎖了你一夜。請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合着你倆都在往前走啊！你們2個人是我們愛情傳送帶上第一組都沒怎麼動地兒的，我們的傳送帶一直往後衝，你倆一直往回倒。你沒有覺得這個現在的狀態跟他們倆關係一樣嗎？永遠沒有真正往前走，對，只是停留在原地。你們並沒有真正的進步的。謝謝二位，請回到門後。來，出不出來啊，各位老師？我內心是不希望他們出來，但是跡象表明他們可能真還會出來。那我說，男生一定不出來。我希望是這個局。3、2、1，請開門。是沒有哎，來了，不來了嗎？出來。Raise your glasses in the air.
謝謝你，我就知道你没有放棄我。所有撒谎的事儿都翻篇了哈？哦不，我觉得你不翻篇，你出来干什么？因为我们毕竟相处那么多年了，说實話，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彼此。可能真的是年紀到了，就是想有一個穩定的家。但是現在我覺得結婚可以緩一緩。緩多久？緩多久？這個我還沒考慮好。1年時間。是你說的1年，但是我還真沒考慮好，得看你後面的表現。既然人家2位選擇重新出來，給彼此一個機會了，人家選擇了1年後結婚，所以我們就尊重和祝福。對啊，也借這個平台嘛，我在這裡做保證，在這1年內呢，我就是把這個婚戒還有這個婚禮的事情搞定，給你一個完美的家。你不是有忽悠我的？不會辜負你的這個給這一次的信任。你會不會有爽約？不會的。衝着我們這幾年在一起的時間，這些年的感情，不會的，不會的。我就再信你一次。不會的，不會的。因為今年我剛帶他回家見了我父母，我好不容易頂着壓力把我父母給說服了，所以我不想這麼快就放棄。今天的選擇是這樣的，但是不代表說以後的結局就是這樣。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自己選的，我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認真負責的走下去。謝謝你們，祝你們幸福。謝謝老師。好了，牽手向前走吧。謝謝。這個結局大家是不是心裡都有一點沉甸甸的呀？腳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什麼樣的路，成年人就要學會敢做什麼樣的承擔。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都會開通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們，您可以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公眾號，我們取得聯繫。記着，我們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小心被騙。我們下一期愛情保衛戰再見。